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些曾经人山人海，如今却变得门可罗雀的台湾景点。或许你还记得，某些地方假日总是塞爆，现在去却冷冷清清。曾几何时，年轻人宁愿跑去拍歪脖子油桶，也不再踏足这些被称作时代的眼泪的景点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让我们一一盘点这10个从热门到没落的台湾景点，看看他们兴衰背后的故事。首先要提到的是南台湾的垦丁大街。想当年，垦丁大街可是全台观光热区之一，夜晚的街道上挤满穿着夹脚拖的游客，烤香肠的烟香四溢，热闹的水泄不通。然而现在的垦丁大街有时冷清，得让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店家招牌的霓虹灯还在闪烁，却照不到多少人影。为什么这条曾经假日一定塞车的观光大街会没落？原因有好几个。其一，几年前爆出的天价宵夜事件重创了垦丁形象。2017年，有游客在垦丁大街买卤味，被收了吓人的高价，4人花了数千元，引发媒体哗然。从此，垦丁很贵的印象深植人心，不少国人心生却步。其二，陆客骤减的影响。2016年后，陆客团大量减少，垦丁一下少了一大票观光客。很多靠观光客的店家撑不下去。再来，旅游潮流的转移也让垦丁雪上加霜。现在年轻人喜欢小琉球、绿岛这类离岛，觉得那里更有新鲜感，甚至连屏东附近的其他景点都兴起分流了人潮。曾几何时，假日赚近10万的垦丁业者，如今周末生意冷清到提早打烊。垦丁大街的萧条画面令人不胜唏嘘。曾经人声鼎沸的小吃街，如今只剩垦丁晚风和零星的游客。是贵死的，是玩腻了，或许两者都有。垦丁大街的没落告诉我们，观光胜地一旦信用破产，观光客转向，繁华可以迅速变荒凉。往北走，我们来到大台北地区的淡水老街。淡水老街一直是许多台湾人记忆中的热门景点。10年前的淡水河畔，每到夕阳时分总是人挤人，阿给店门口排着长龙，老街上行人摩肩接踵。但最近很多人发现，再去淡水老街竟有种落寞感。白天3点走在金色水岸广场附近，竟然可以悠哉散步，不再像从前那样人潮把你推着走。曾经要排队半小时的淡水冰淇淋，如今老板闲得在店门口看着路人发呆。一位网友感叹，以前要排队的双淇淋现在没人排了。旁边取而代之的是夹娃娃机店。淡水老街到底怎么了？有人说是因为天气太热，中午大太阳谁想在户外晒，人们宁可跑室内百货纳凉，傍晚以后人才会出来活动，所以白天去看老街好像庙会散场一样。而更深层的原因可能是淡水老街多年来缺乏创新，没有新的亮点。10多年来，街上卖的还是那些鱼酥、铁蛋、蚵给，小吃一成不变。老一辈怀旧可以，年轻世代去2、3次就腻了。另外，现在网购方便，想吃淡水名产，网络上下单就行，不必亲自跑一趟老街，人挤人。再加上淡水对岸的新兴景点巴黎左岸更符合现代人散步休闲的胃口，有自行车步道又宽敞，部分人潮被分流了。当然也有人反驳，淡水老街没没落，认为只是你选在冷门时段拍照，所以觉得没人，但其实假日时晚间人还是很多。不过站在老街上望去，那些年轻时拥挤热闹的画面，如今确实难以重现。淡水老街仿佛进入了漫长的下午低潮期，只等夕阳西下才稍微换回一些活力。再向新店溪上游走，是碧潭风景区。老一辈台北人对碧潭一定不陌生，它曾被誉为全国8景之一。从前的碧潭有多热闹？假日时，光明街沿岸摆满摊贩，吊桥上人来人往，不面天鹅船排队等候载客，河岸餐厅一位难求，许多情侣会来这划船看夜景。碧潭水舞秀也曾吸引大批人潮。然而时过境迁，如今的碧潭却被形容繁华不再。走在碧潭老街河堤，映入眼帘的是一间间拉下铁门的店面，白天工作日更是门可罗雀。原本热闹滚滚的河堤商业街，如今冷冷清清，偶有几个散步的当地居民，已难见外地观光客的踪影。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碧潭这样没落？
在地人点出几个关键。首先，周边竞争增加，新店附近近年开了大型商场，很多人假日宁可往有冷气的购物中心去消磨，也不愿顶着热气到户外吹风。尤其夏天，碧潭大白天几乎没什么游客，傍晚以后才稀稀落落出现人影。其次，碧潭本身的规划似乎后劲不足，除了每晚定时的喷泉水舞，缺乏持续吸引观光客的活动和特色。几年前政府取缔了非法摊贩，虽然环境整洁了，却也让原本多元的小吃魅力消失，只剩几家餐厅独撑，整体氛围不如以往有活力。很多本来逛夜市吃小吃的人潮流失之后就回不来了。还有人提到通勤客数字灌水的问题，官方数据显示碧潭观光人次创新高，但当地商家无奈表示，那只是把每天经过吊桥通勤的上班族也算进去了，实际观光客远不如往昔。如今的碧潭依然有翠绿山水环绕，白天湖光倒影依旧美丽，只可惜知音渐少。黄昏时分，几只天鹅船悠闲地飘着，但岸边已经听不到往昔人们的嬉笑喧嚣。碧潭仿佛一位迟暮的美人，风姿犹在，却独自叹息着没有观众的落寞。以上几个是自然风光或传统老街的没落案例，接下来看看那些一度爆红打卡后来退烧的景点。第一个想到的莫过于嘉义布袋的高跟鞋教堂。这座造型奇特的玻璃高跟鞋建筑当初可是轰动一时的网红景点。2016年初，教堂刚亮相时，媒体争相报道它的诞生。一双巨大玻璃鞋矗立海边，号称结合浪漫与地方文化意涵，还计划供新人在此拍婚纱、举办婚礼。消息一出，全台游客蜂拥而至，只为亲眼目睹这只巨鞋的风采。开放初期的高跟鞋教堂人潮络绎不绝，大家排队上前拍照打卡，周边还带动了摊贩生意，一时热闹非凡。但是热潮退去的也很快，等新鲜感一过，游客发现高跟鞋教堂除了外形奇特，里头其实空空荡荡，没有任何展览或活动。它名为教堂，却不是宗教场所，也没有固定营业的餐饮商店。一旦你拍完照上传过朋友圈，好像就没有再来一次的理由了。慢慢的，高跟鞋教堂周边从人声鼎沸回归平静，甚至变得有些凄凉。平日时去，巨大的玻璃鞋静静反射着阳光，旁边只有海风和几只野狗在闲晃。这个耗资不菲打造的地标默默承受着各种负评。有人说它是全台最无聊景点，有人笑称根本没东西，看5分钟就腻。高跟鞋教堂成了负面教材的代表，被批评为缺乏内涵的观光建设。一开始蜂拥朝圣的人们，如今只剩三三两两的访客驻足。有时候夕阳西下，远远看去，玻璃鞋仍散发梦幻蓝光，仿佛在等待他的灰姑娘出现。但是现实中，游客早已奔向下一个新奇亮点，只留高跟鞋独自与潮汐为伴。和高跟鞋教堂类似，同样走打卡热点路线，曾经爆红的还有台中的彩虹眷村。彩虹眷村原本是一处不起眼的退役眷村老聚落，因为住在那里的彩虹爷爷将墙壁地面缤纷彩绘，而摇身一变成为网红景点。大约10多年前，彩虹眷村开始在网络上窜红，媒体报道，观光单位宣传，再加上几位国外旅客在社群分享，彩虹眷村几乎一夕之间红到国际。假日的彩虹眷村挤满相机和笑脸，游客们在色彩缤纷的卡通涂鸦墙前拍照，还能见到拄着拐杖的彩虹爷爷跟大家挥手合影。那时候，不管是情侣、家庭，甚至外国观光客来台中，都把这里列为必访。然而，如今的彩虹眷村人气已大不如前。首先，它本质上占地很小，只是几间彩绘的平房巷弄，5分钟就能走完。许多游客第一次造访时心奇雀跃，但拍完照很快就发现没有别的可逛，往往不到半小时就离开。由于缺乏其他延伸的体验或设施，很难留住回头客。随着岁月过去，新鲜感减退，大家对看画拍照这件事没那么热衷了。再者，交通也不是极为方便，自行开车要钻小巷，搭车又需要转乘公车，对只为看几面彩绘墙的人来说，诱因变小。曾有外国游客在网络上票选最令人失望的台湾景点，
彩虹眷村不幸上榜，理由是交通不便又没什么好看的，去了5分钟就走。当然，彩虹眷村仍有它的可爱之处，彩虹爷爷的故事也很感人，但时移世易，现在年轻族群更热衷的是不断涌现的新打卡墙、新咖啡厅，美丽的彩虹眷村反而成了一道逐渐褪色的背景。平日里，如果你再访彩虹眷村，可能只遇到零星的观光团和摄影爱好者，喧嚣不在，取而代之的是午后阳光下色彩斑斓却寂静的巷弄。彩虹还在，但看彩虹的人变少了。谈完这些网红打卡景点的兴衰，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台湾夜市文化的代表们。夜市本是台湾观光的招牌之一，但有些昔日名声响亮的夜市也逃不过没落命运。首当其冲的例子就是士林夜市。士林夜市曾经是台北乃至全台最具代表性的观光夜市。过去只要一提到夜市，许多外国旅客或外县市朋友首先想到的就是士林夜市。10多年前的士林夜市有多热闹呢？那真的是人潮挤到寸步难行，摊贩一家接一家，香肠、鸡排、豪大大鸡排香味四溢，各种游戏摊、服饰店林立，街道两旁叫卖声不绝于耳。当年暑假或连假期间，士林夜市里讲着各种语言的观光客络绎不绝，地铁剑潭站出口宛如沙丁鱼般推出一批批逛夜市的人。然而现在再去士林夜市，明显感受到人潮少了许多，尤其是疫情前后那几年，士林夜市几乎变成空城。即使在周末晚上，过去水泄不通的街道现在可以轻松走动，不必再被人群推着走，有时甚至觉得有点冷清。许多经营10几年的老摊位撑不下去收摊，摊位数量比巅峰时期少了一大半。士林夜市到底走错了哪一步？有人分析原因颇多，首先是口碑的问题。由于士林名气大，这些年负面新闻也不少见，像是有游戏摊坑人的传闻，食物价格被嫌贵的抱怨，甚至有摊贩卫生堪虑被曝光。媒体不断报道类似事件，让本地人对士林夜市观感变差，觉得那是专门坑观光客的地方。慢慢的，台北在地客反而不去了，少了本地熟客捧场，夜市的人气根基就弱了一半。再者，士林夜市在2011年左右经历了一次大搬迁，为了改善环境，传统小吃集中搬进地下美食广场，但地下街空间封闭，少了在街头边逛边吃的氛围，一开始就让很多人不习惯，许多老字号干脆没跟着进驻，或撑不久就离开。地上原本的小吃摊不见后，士林夜市的整体吸引力明显下滑。虽然最近几年地下美食街重新装潢，加装冷气变干净明亮，吸引了一些人回流，但已无法重现当年那种人山人海的荣景。有游客分享，现在逛士林夜市觉得环境是不错，但人没以前多，感觉差很多。士林夜市繁华不再，甚至一度被戏称是台北市最惨的夜市之一。尽管官方和商圈努力举办活动试图振兴，但昔日夜市王者的光环似乎难以完全找回。走在士林夜市街头，可以看到昔日最著名的大饼包、小饼、小炸弹、鸡排等摊位还在，但排队人潮已不复见，不禁让人唏嘘。当年引以为傲的夜市文化，如今也在时代洪流中慢慢褪色。说到观光夜市的没落，不能不提南台湾高雄的六合夜市。如果说士林夜市的转衰还有循序渐进，那六合夜市的成绩可说是一夕之间。回到5、6年前，六合夜市还是高雄观光的门面，傍晚时分，整条六合路灯火通明，人声鼎沸，小吃摊前挤满各地游客，特别是来自对岸的大陆观光团。当时走在六合夜市，到处可听见不同口音的陆客讨价还价声，有些摊贩甚至直接挂出简体字招牌迎合。六合夜市以海鲜、生鱼片、木瓜牛奶等著称，一度让外地人趋之若鹜。然而这繁华景象有个隐忧，它过度依赖观光客，特别是陆客，本地高雄人反而很少特地去六合夜市。许多在地人嫌那里价格比别处贵，东西品质普通，甚至偏商业化，觉得不划算。2016年后，因两岸政策影响，陆客团锐减，六合夜市顿时失去了主要客源。摊贩老板们从前忙着招呼一车车客人，忽然之间发现门可罗雀，
只剩店家彼此对望。更雪上加霜的是，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让国际旅游停摆，六合夜市空荡到有媒体拍摄，平日晚间整条街仅稀稀落落几位行人，许多摊位拉下铁门，仿佛鬼城。这期间，高雄人常开玩笑说，六合夜市那是给观光客去的，我们都去瑞丰夜市了，瑞丰等在地夜市反而越来越旺，六合则每况愈下。所幸在边境解封后，六合夜市逐渐出现转机，一些来自东南亚、日本、韩国的观光客重新发现了六合夜市的存在。平日夜晚偶尔也可见到成群的国际旅人光顾，摊贩老板练起简单英文、日文招呼生意，但和昔日鼎盛相比，目前的人潮还是少很多。毕竟旅行形态变了，不少自由行旅客更爱探索在地人常去的巷弄美食，而不是专供游客的观光夜市。六合夜市这段大起大落的经历，正好反映了高度依赖单一客群的脆弱。一旦失去外来客，夜市就像沙雕一样瞬间崩塌。如今的六合夜市正在试图转型，但能否换回本地人和更多元的客源，还需要时间考验。走在整修后的六合街道，看着店家努力招揽客人，不免让人怀念当年人声鼎沸的场景，也为如今的冷清感到无奈。其实在士林和六合之前，台湾还有一处更早期的观光夜市传奇，如今也早早地淡出繁华舞台，那就是台北的华西街观光夜市，也就是俗称的蛇街。华西街夜市位于万华龙山寺附近，早在1960年代就打响名号，成为国际观光客必访之地。当年华西街为什么有名？就2个字：蛇餐。华西街的特色是卖各种蛇料理和现杀毒蛇表演。在物质尚不丰富的年代，这种刺激又猎奇的体验让许多外国游客大开眼界，尤其日本观光客对喝蛇血、吃蛇肉趋之若鹜。华西街牌楼上的亚洲毒蛇研究所招牌曾经闪耀一时，那附近的店家每天晚上一字排开，表演者敢抓毒蛇现场宰杀取胆，观众看得惊呼连连。除了蛇，华西街也汇集了许多当时所谓奇珍异转，像是药膳、山产、中药材等，是台湾早期独树一帜的观光夜市。可是随着时代进步，华西街却没能一直繁华下去。首先是1990年代以后，野生动物保育意识提高，杀蛇表演逐渐被禁止，店家失去了最吸睛的活招牌，没有蛇秀，华西街就少了一大半看头。其次，周边环境和社会形态的变迁也有影响。万华地区后来声色场所林立，华西街一带一度鱼龙混杂，形象受损，观光客觉得不再安全，新奇而却步。另外，新兴的士林夜市等崛起，也分散了外国观光客的注意力。结果华西街在21世纪后急速没落，从国际导游书上的必访清单中消失。现如今走进华西街的拱门牌楼，仿佛踏进时光隧道，街道两旁依稀可见当年装潢华丽的中药行和老字号餐馆，但门可罗雀。白天的华西街几近沉寂，只有零星店家营业，游客寥寥无几。夜幕降临，龙山寺香火鼎盛，但转个弯进入华西街，却是灯光昏黄，行人稀少。几家卖蛇汤、药炖排骨的老店还苦撑着，店主人坐在门口，看着空荡的街道发呆。偶尔有好奇的年轻背包客前来探访，也很快兴味索然离去。对比往昔日本游客挤满看台，店家前挂满蛇皮蛇胆的盛况，今日的蛇街只能用萧瑟来形容。华西街夜市的故事告诉我们，观光潮流瞬息万变，曾经的精致招牌也可能转眼成为历史的眼泪。它静静矗立在龙山寺边，见证着台湾观光兴衰的另一面，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落寞。最后，我们来说一个从繁华走向废墟的极端案例——台湾民俗村。年轻一辈也许没听过这名字，但在1990年代，彰化花坛乡的台湾民俗村可是响当当的旅游胜地，甚至连续数年名列全台10大热门景点。台湾民俗村是一座大型主题乐园，结合了传统台湾民俗建筑展示和游乐设施。当年全台各地的游览车载着学生校外教学、家庭出游，络绎不绝地开进民俗村。
园区里有仿古的福建土楼、城门楼，以及各种传统工艺表演、民俗秀，还有云霄飞车等现代游乐设施，可谓老少咸宜。巅峰时期的民俗春日接待上万人，园内笑声不断，是许多人童年美好的回忆。可是这样一座曾经风光无两的乐园，却在短短几年内急转直下，一连串因素导致了它的没落。首先是经营权转手与管理不善，导致财务吃紧。再来是新兴竞争者出现，其他主题乐园和景点分流了客源。最致命的是1999年9月发生的921大地震，对中部观光造成重击。民俗村所在位置也受到影响。地震过后，游客锐减，民俗村雪上加霜，终于在2000年左右悄然关门大吉。令人唏嘘的是，园区关闭后并没有得到妥善保存或转型利用，反而任其荒废。曾经繁华的建筑物渐渐破败，庭院杂草丛生，戏台灰尘厚积。一晃20多年过去，台湾民俗村居然变成了著名的废墟景点，许多探险玩家慕名前去，只为目睹这座昔日乐园的残骸。有网友拍摄的影片中，破败的牌楼东倒西歪，戏院看台长满青苔，人工湖干涸，剩一座拱桥独卧荒野。仿古建筑外墙斑驳，门窗东倒西歪，有种凄美的沧桑感。人们不敢相信，眼前这片寂静荒芜之地，曾经是游客笑声充盈的欢乐园。台湾民俗村从辉煌到沉寂，只花了不到10年时间，最后落得被怪手拆除、夷为平地的命运，令人不胜唏嘘。它的没落极端而戏剧性，提醒着我们观光产业的盛衰兴亡，有时就是一瞬间的事。盘点完这10个景点的兴衰故事，不禁让人感慨万千。旅游风潮和世道人心真是变化莫测。从垦丁大街到淡水老街，从碧潭到彩虹眷村，从士林、六合夜市到华西街，乃至台湾民俗村，每一个没落景点的背后都有不同的原因。有的是因为缺乏创新，内容老旧让人腻了；有的是因为富平缠身，自毁前程吓跑了游客；有的是外在环境巨变，失去客源难以为继；也有的是时代潮流改变，再也跟不上新世代的喜好。他们当年无不风光一时，人气旺到人挤人，但最终都逃不过热潮退去，门可罗雀的下场。也许多年以后，这些景点只会存在于某些人的记忆角落，成为茶余饭后谈起的那时候。值得庆幸的是，没落不代表终点，有的地方仍在努力转型，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。而对旅人而言，每个景点都有它的独特故事，即使如今没落，回首往事时，他们仍是属于那个年代的印记。你呢？这10个景点里，你都去过吗？也许你曾亲历他们最辉煌的时刻，也或许某天你路过他们如今的落寞景象。欢迎分享你的回忆与感想，让我们一起见证台湾观光景点兴衰的缩影。虽然岁月带走了人潮，但那些场景与故事将永远留存在我们心中。